泰国一名知名预言家在沉没之前留下了6项警告：数位资产可能失去价值，家中必须保留现金。真正的大规模战争将从水面下开始，潜舰与公海会成为关键。一种可怕的新型病毒可能透过水源扩散，干旱与暴雨将在同一时间出现，甚至连爬虫人与外星生命都可能走上街头。这些内容听起来相当离奇，但仔细拆开之后，其中有些说法确实缺乏科学根据，有些却刚好碰上了目前世界各国正在面对的真实风险。金融系统越来越数位化，各国正在加速发展水下军事力量，海底电缆也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。战争或大型灾难发生后，干净的饮用水可能比食物更早出现问题。极端降雨、长期干旱与都市淹水也早已不只是预言中的画面。因此，本集不打算讨论神婆到底灵不灵，而是要从这6项预言中找出台湾真正需要注意的风险。因为预言可能不会发生，但停电、断网、缺水、豪雨与军事冲突都已经是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。这名引发讨论的泰国预言家叫做普莱，英文名称常被写成 Pulai Navaracha， 台湾媒体称他为泰国神婆，在泰国则以通灵、宗教感应及预言未来事件而受到关注。他经常透过电视节目、访谈及网络影片发表对国际局势、天灾与社会事件的看法。部分报道宣称，普莱过去曾经预测2019年后出现大规模疫情、2024年中南半岛洪灾以及2025年缅甸强震影响曼谷等事件。不过，这些所谓的成功案例，目前大多来自媒体整理与节目片段，未必每一项都有完整、清楚而且可以回溯的原始记录。有些预言可能是在事件发生后，重新将较模糊的描述与现实灾害连接起来。这也是阅读预言内容时必须留意的地方。当一项说法使用大水将出现、会有大规模疾病、某个国家发生灾难等广泛描述，只要时间拉得够长，几乎都有机会找到可以对应的事件。今年5月底，普莱在泰国 YouTube 节目 Jamaroi Studio 中表示，这可能是近期最后一次公开发表预言。他声称自己过去经常因为嘴快心快泄露太多不能说的事情，因此受到来自灵界的警告。他还表示，阎王叫我停，我就必须停。甚至在前往印度礼佛时，也感受到佛陀要求他暂时保持沉默。在停止公开发言之前，普莱留下了针对2026年下半年的6项预言。相关内容经台湾媒体翻译与整理后，迅速引发讨论。第一，数位资产将面临巨大风险，民众应该保留实体现金。第二，真正具有毁灭性的战争将从水面下爆发，前舰与公海可能成为冲突起点。第三，霍乱、黄热病与 HIV 可能混合成更强的新型病毒，并透过水源传播。第四，2026年下半年将同时出现严重干旱与猛烈暴雨，农业及粮食供应可能受到影响。第五，外星生命与所谓的爬虫人将逐渐公开出现。第六，AI 发展将走向2极化，大型企业尝试使用 AI 取代人力，却可能因网络或系统问题重新聘用真人员工。接下来逐项分析，其中前4项与台湾的金融安全、军事安全、饮水及防灾准备有更直接的关系。普莱警告，凡是存在云端或网络中的资产，包括加密货币与网络银行资产，未来都可能面临价值下降或安全感消失的问题。这项说法把加密货币、银行存款及电子支付混在一起，其实并不精确。银行存款是金融机构对存户的负债，受到金融监理与存款保险制度规范。电子支付主要是支付工具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则属于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的虚拟资产。三者虽然都可能透过手机操作，背后的法律关系与风险完全不同。加密货币的支持者认为，这类资产不受到单一国家直接控制，可以快速跨境转移，也能在部分情况下避开传统金融机构的限制。区块链公开记录交易也具有不容易任意篡改的特性。对部分国家而言，当本国货币严重贬值、资本受到管制或金融系统不稳定时，加密货币确实可能成为转移资产的工具。问题在于，这些优点并不代表安全。加密货币价格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，
也可能快速下跌。交易平台可能遭到骇客入侵，停止提领或直接倒闭。密码私钥一旦遗失，也没有银行柜台可以重新申请。台湾中央银行长期提醒，比特币不具法偿效力，也没有国家信用、发行准备或对偿保证，价格剧烈波动，电子钱包遭窃，交易平台被害或恶意倒闭，都是持有者必须自行承担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区块链没有消失，不代表资产就一定拿得回来。平台倒闭时，账面上看得到数字，也可能无法提款。手机没有电，基地台中断，网络被封锁时，钱包里即使还有资产，也未必能在超商或市场换到实物。这正是实体现金仍有价值的原因。台湾目前多数日常交易已经高度依赖信用卡、行动支付及网络银行。平时确实方便，但发生大规模停电、断网、电信故障或银行系统异常后，电子支付很可能暂时失去作用。这并不代表需要把全部存款领出来放在家中，大量提款不但有失窃与火灾风险，也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金融恐慌。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准备一笔灾难期间可立即使用的小额现金，金额足以支付数日的饮水、食物、交通、药品与临时住宿即可。钞票也不要全部使用1000元大钞，灾害初期商店可能没有足够零钱，小额面钞与硬币反而更容易使用。加密货币可以是投资工具，也可能是资产配置的一部分，但不适合取代银行存款，更不能取代紧急备用现金。当生活所需完全依赖手机、云端与网络，一次停电就可能把数字财富暂时变成无法使用的数字。普莱第二项预言指出，2026年真正具有毁灭性的战争可能在年中之后爆发。他认为关键不在目前最受关注的中东，而在水底的声音、潜舰的移动以及公海上的冲突。当水底传出巨大声响，战争才算正式开始。听到水底巨响，就代表世界大战开始，缺乏任何可验证的军事依据。不过，若把神秘预言拿掉，水面下的军事竞争确实正在加速。潜舰可以长时间隐藏在海中，监视舰队，封锁航道，攻击水面舰艇，也能发射巡弋飞弹或弹道飞弹。对拥有核武的国家而言，弹道飞弹潜舰还是核反击力量的重要部分。即使陆上基地遭到第一波攻击，只要仍有潜舰藏在海中，就有能力发动报复。这使潜舰成为最难被完全摧毁，也最容易造成误判的武器之一。中国近年持续扩充核动力，攻击潜舰与弹道飞弹潜舰能力。美国军方与相关研究分析指出，中国正在发展更新型的096型弹道飞弹潜舰及射程更远的潜射飞弹，希望让潜舰在较靠近中国、受到海空兵力保护的海域，就能对更远距离目标形成威胁。近期也有媒体报道，中国进行了潜射长程飞弹相关测试。这类试射的军事意义，不只是多了一款飞弹，而是让中国的核武力量逐渐具备更完整的陆基、空基与海基能力。对台湾而言，水下战力同样受到高度重视。台湾第一艘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号已经进入海上测试阶段。2026年1月完成首次潜水潜航后，国防部在2月公布测试影像。到了5月，海鲲号已进行第8次潜航测试，并成功发射2枚超雷，验证战斗系统的侦测、计算、发射及鱼雷导控能力。海鲲号接下来仍需完成更多海上测试、系统验证与安全评估，才会进入正式交舰与海军接装阶段。潜舰对台湾的功能不是与解放军比数量，而是提高封锁与登陆行动的风险。一艘无法确定位置的潜舰，就可能迫使对方投入大量反潜机、驱逐舰、声纳系统与护航兵力。只要无法排除水下威胁，运输舰与登陆舰就不能毫无顾忌地通过台湾周边海域。放眼其他国家，这场水下竞争也在扩大。美国、英国与澳洲透过 AUKUS 合作发展核动力潜舰、水下无人载具、人工智能及反潜技术。2026年，3国又宣布推进无人水下载具计划，希望强化水下侦察、攻击及保护海底基础设施的能力。北韩则持续宣称发展可以携带核武器的潜舰，虽然南韩与部分军事分析人士质疑其实际作战能力，但这仍显示北韩试图建立更难被追踪的核武发射平台。俄罗斯潜舰在北大西洋与欧洲附近海域的活动，也引起英国等北约国家警戒。
英国国防部曾表示，皇家海军与海上巡逻机追踪俄罗斯前舰，原因之一就是担心海底电缆与其他重要基础设施遭到侦察。现代水下战争的目标已不只限于军舰，全球大量网络与国际通讯依赖海底光纤电缆、天然气管线、海上电力设施及离岸能源设备也铺设在海床上。一条海底电缆被破坏，不一定让整个国家完全断网，但可能造成通讯绕道、速度下降、金融交易受阻与军事通讯压力。全球大量网络与国际通讯依赖海底光纤电缆、天然气管线、海上电力设施及离岸能源设备也铺设在海床上。一条海底电缆被破坏，不一定让整个国家完全断网，但可能造成通讯绕道、速度下降、金融交易受阻与军事通讯压力。因此，真正危险的水底战争未必从前舰互相发射鱼雷开始，也可能先从海底电缆异常、导航干扰、无人潜航器接近重要设施，或一艘前舰突然失联开始。这些事件在初期甚至很难判断究竟是意外、设备故障还是敌对行动。水面上看似风平浪静，海床上的情报、监视与攻防活动可能早已进行很长一段时间。第三项预言最容易造成恐慌，也存在最明显的科学问题。普莱表示，霍乱、黄热病等传染病将与 HIV 混合，形成一种更强大的病毒，并经由水源传播。这种说法不符合目前已知的医学与病毒学原理。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细菌性疾病，主要透过受粪便污染的水与食物传播。黄热病是一种病毒性疾病，主要由受到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。HIV 则是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，主要经由血液、精液、阴道分泌物、母乳及母婴途径传播。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，共用食物或饮用水不会感染 HIV。三种病原体的性质与传播方式不同，不能因为同时出现就自然混合成一种透过饮水感染的超级病毒。这部分预言没有可靠科学证据，但水源安全本身确实是灾难与战争期间最容易被低估的问题。人体可以一段时间缺少部分食物，缺水造成的影响却来得更快。饮水、煮食、服药、清洁伤口与维持基本卫生，全都需要水。当停电发生，抽水马达可能停止运转，高楼水塔的存水用完之后，水龙头就可能不再出水。豪雨与淹水则可能让污水、动物排泄物、化学物质与地表污染流入水井、蓄水池或取水设施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受污染的饮用水可能传播霍乱、腹泻、痢疾、I型肝炎、伤寒及小儿麻痹等疾病。台湾家庭常有一种错误想法，认为只要把水煮沸，任何水都可以安全饮用。煮沸确实可以杀死多数细菌、病毒及寄生虫，对处理微生物污染非常重要，但无法靠去除重金属、盐分、燃油或部分化学物质。若水源已经受到工业化学品、海水或油料污染，煮沸不但未必有效，还可能因水分蒸发使部分污染物浓度升高。滤水器也不是万能，一般活性炭滤芯主要改善味道、余氯及部分有机物，不代表可以去除所有病原体。不同的滤膜孔径、逆渗透系统与消毒设备处理能力都不一样。灾害期间最安全的顺序仍然是优先使用未开封的包装饮用水，其次是来源确认安全的自来水。若政府通知水质可能受到影响，再依官方指示煮沸或消毒。环境部建议，台风豪雨可能造成缺水时，应事先储水。自来水煮沸后再饮用，若氯味较明显，可以掀盖续煮数分钟。疾管署也提醒，住宅蓄水池一旦遭到淹水，必须完成清洗与消毒后才能重新蓄水。家庭储水时，饮用水与清洁用水最好分开。饮用水使用干净、有盖、食品级的容器保存，避免日照与高温，并定期更换。浴缸、塑胶桶或大型水盆储存的水，则可以用来冲洗、冲马桶及基本清洁。水灾过后，井水、山泉水与地下水更不能因为看起来透明就直接饮用。真正危险的水，经常没有明显颜色，也没有特殊气味。第四项预言认为，2026年下半年将同时出现严重干旱与猛烈暴雨。表面上看起来互相矛盾，实际上两种现象确实可能在同一地区、同一年，甚至相隔不久出现。
干旱反映的是一段时间内降雨量、蓄水量与用水需求之间失去平衡。暴雨则是短时间内降下大量雨水，当雨势太急，都市排水系统来不及排除，水就会淹进道路、地下室与住宅。山区土壤无法继续吸收，也可能出现坍方与土石流。大量雨水如果落在非集水区或迅速流入海洋，也不代表水库一定能够补足缺水。台湾本来就是同时受到干旱与暴雨威胁的地区。水利署资料指出，台湾暴雨具有狂、急、烈的特性，台风能带来重要水源，却也可能造成淹水、河川暴涨、山崩与土石流。如果长时间缺少台风带来的雨量，又可能面临干旱。台湾最常见的天气灾害包括台风、强风、短时强降雨、都市积淹水、山洪、土石流、沿海暴潮、高温与干旱。对居住在都市地区的民众而言，首先要注意地下空间、地下道、地下停车场、地下室及低洼道路，积水速度可能远比想象中快。收到淹水警戒时，车辆与重要物品应提早移往较高位置，避免等到水已经灌进入口才处理。遇到道路积水，不要只靠目测判断深度，水面下可能有坑洞、破碎玻璃、金属物、掉落电线或被冲开的人孔盖。消防署提醒，台风豪雨后的积水区也可能混有汽油、动物尸体与病原体，不宜任意涉水通过。车辆进入积水区后，只要引擎熄火或水位持续上升，车门就可能因水压难以开启。山区与河川附近则要留意上游降雨。所在地没有下雨，不代表河川不会突然暴涨。上游集水区的强降雨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山洪。台风或豪雨期间，河床、溪谷、堤防外道路与瀑布区域都不适合停留。土石流警戒发布后，应依地方政府指示提早撤离。等到山坡出现落石、树木倾倒或泥水涌入道路，通常已经错过最安全的撤离时间。高温也是容易被忽略的灾害。停电之后，冷气、电风扇与抽水设备可能同时停止。独居长者、慢性病患者、幼童与居住在顶楼的人，热伤害风险会快速上升。使用发电机、卡式炉或炭火时，也不能放在密闭室内、浴室、阳台加装窗户的空间或地下室，否则可能造成一氧化碳中毒。台湾家庭面对极端天气，至少需要准备饮用水、耐放食物、照明设备、行动电源、收音机、常用药品、现金及重要证件影本。更重要的是，先确认居住地附近的淹水前示、避难收容处所、土石流警戒区及撤离路线。灾害发生时，最昂贵的装备未必最有用，能不能在警报发布后及早判断、提早移动，往往比家中堆放多少物资更重要。第5项预言提到，外星生命将在河流、山区等地形出现，外形类似鳄鱼与蜥蜴的爬虫人也会开始走上街头，取回地球上的古老矿物。目前没有任何可靠证据可以证明爬虫人存在，或外星族群已经渗透人类社会。这项内容可以视为超自然叙事或阴谋论，没有必要当成防灾情报。不过，它也反映出一个常见的资讯问题：当一篇预言同时放入金融危机、战争、极端天气与外星人，前面几项因为与真实新闻相似，就可能让观众连带相信后面所有内容。真实风险与荒诞说法混合在一起，正是预言最容易取得说服力的方式。第6项预言认为，大型企业会大量使用 AI， 但当网络崩溃或系统失效后，又会重新聘用真人员工。AI 确实正在改变工作市场，大型企业也比小型企业更有资本导入自动化系统。然而 ，AI 仍受到资料品质、运算成本、电力、网络、法律责任及错误率限制。部分标准化工作可能减少，另一些工作则会改成人类与 AI 合作。普莱认为，只要勤奋、诚实、专心，不懒惰，就不用担心被 AI 取代。这些态度固然重要，但不足以保证工作不会消失。真正能降低被取代风险的方式，是持续建立专业能力、判断能力、沟通能力，以及处理复杂现场问题的经验。AI 可以快速产生答案，最终仍需要有人判断答案能不能使用，以及错误发生后由谁负责。
普莱的6项预言，有些碰上了现实世界正在发展的风险，有些存在明显的科学错误，也有些完全缺乏证据。保留实体现金确实能应付停电与断网，水下军事竞争也确实正在成为大国角力的重要战场。HIV 与霍乱混合成水传超级病毒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，但灾难期间的饮水污染却可能造成真正的疫情。干旱与暴雨同时发生，也不是神秘现象，而是台湾早已面对的防灾问题。预言准不准，并不是最重要的事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当停电、断网、缺水、豪雨或军事冲突突然发生时，家庭是否已经准备好基本物资，是否知道该从哪里取得可信资讯，又是否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撤离。没有人能保证毫发无伤地度过每一场灾难，准备得越完整，就越有机会降低损失，保护家人。面对无法预测的未来，与其完全相信预言，不如相信准备，因为预言可能落空，准备永远不会白费。本集提到的6项内容，哪一项最有可能在2026年下半年影响台湾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看法，也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家人。真正发生停电、缺水或豪雨时，提前知道该做什么，比临时寻找答案更有用。